小姐，小姐，什么情况？陌生的秀禾服，大红花轿，这莫不是迎亲队伍？我一个一读双绝的玄学大佬，竟然穿书了！渣男，一边想和白月光在一起，一边又舍不得我的钱财。小姐，你就想开点吧，哪个男人会守着一个夫人过日子？花轿都已经停在侯府门口，若是这个时候使小性子闹起来了，可不好收场啊！佩兰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侯爷就算以后要纳妾，那也是妾，哪有成婚当日就娶平妻的？传出去，我们小姐成什么了？新娘子，请下轿。双双，侯爷，宋姑娘还没有下花轿呢。你家小姐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还要本侯亲自请她下花轿不成？侯爷，我家小姐与你早有婚约在先，在此之前，你可没有说过要娶平妻。今日2个花轿同时进门，将我们小姐置于何地？若真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下人，没一点规矩。究竟是谁没规矩？林之月，你欺我在先，辱我在后，现在还好意思教训我的丫鬟？谁给你的脸？若真，今天这么多宾客在前，你不要胡闹。双双乃是平妻，进门之后，只要你愿意和睦相处，我亦不会亏待你。不必了，今天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你说什么？这种场合，你若非要耍小性子，闹得人人都下不来台，难道你就高兴了？林之月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2年前我们定下婚约之后，尚未成婚，你便上了战场。离开之前说不愿委屈我，所以想立下战功后风光娶我，偏又将侯府的烂摊子和老太太交给我。我看在婚约已定的份上，照顾老太太，寻遍名医，用了多少珍贵药材，这才保住老太太性命。更别说你离开侯府之前，将账上所有的银钱都拿走，就连在边关这2年，还时不时的写信过来要银子。我用我自己的身家给你一一填补，想着待你回来时定会好好待我。结果成婚之日娶平妻，拿我的银子娶别的女子进门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好待我？林之月，你要不要脸？姐姐，你别生气，都是双双的错。即便是平妻，你与侯爷早有婚约在前，我也定是处处都听姐姐的。我是真心爱慕侯爷，当年也是因为家人不同意，这才没能和侯爷在一起。姐姐要是不愿意，我当妾也可以啊，只求你千万别生侯爷的气。双双，我怎能让你为妾？当年若不是你家人不同意，我们早就成婚了。哈，真是一出好戏呀！你做什么？2年前是你主动求娶我，又不是我非要嫁给你。我家本不愿答应，是你在我宋家跪了2天，见你一番赤诚之心，老夫人又口口声声承诺一定会待我好，我爹娘这才答应。怎么现在摆出一副我帮打鸳鸯的样子？既然你们这么情深意重，我也不好坏人姻缘，我成全你们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什么姐姐妹妹的，我瞧着你的年纪比我还大，怎么好意思舔着一张脸叫我姐姐？你不必哭哭嚷嚷的，退而求其次，我将这侯府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我可没有上赶着将嫁妆送给渣男一家的打算。姐姐，你如今已经20，过了婚配的年纪，要是退了婚，岂不是嫁不出去了？我的事用不着你费心，况且你年纪比我大，你都嫁得出去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宋若真，你可想好了，今天你要是退了婚，就再也没有进侯府的机会了。谁稀罕？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，我们就此退婚，一别两宽。等等，就知道宋若真肯定还是舍不得，你现在知道后悔，婚事就此作罢，但侯府吃我的用我的，乃至你娶秦姑娘的凤冠霞帔、花轿轿夫等等，全都用我的银子吧。侯府筹备这桩婚事，布下的喜宴席面皆出自宋府。之前你我要成婚，我不予计较，现在婚事作罢，还想用我的银子娶别的姑娘进门，怕是不妥吧？林侯虽然立下了战功，但皇上赏赐时，他为表忠心，可是拒绝了一切的金银财宝。我还以为他铁骨铮铮，两袖清风呢。原来竟一直在花宋家的银子啊！之前是你一心要帮我，我多番推拒都没用，如今你竟要与我算这笔账。你放心，我1两银子都不会少给你。还望侯爷说到做到。沉香，去喊我三哥，让他多带点人来。是，小姐。听好了，现在就去侯府将我的东西搬出来，趁今天侯爷在，将账目通通算清楚。知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宋若真，你就偏要在今天搅和这场婚事？这怎么叫搅和呢？我不过是想早点将账目算明白罢了。想必秦姑娘嫁给侯爷，也不希望侯府处处是我的东西吧？你们夜里睡着我买的床，盖着我买的被面，合适吗？你这个混账！宋公子，你快住
手！贱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坏我妹妹的婚事？宋之玉，你打我也就罢了，凭什么打双双？你为了银子连脸面都不要，真是我的好三哥呀！妹妹别担心，你可是我们宋家的掌上明珠，岂能被这种贱人欺负？乔治这林之月也是个瞎了狗眼的，这婚我们不成也罢。来人，将我宋家的东西全部都搬走，搬不走的通通砸了。我宋家的东西他们不配。除了我带走的，侯爷还欠我800万两银子，1天之内送到我宋府，否则我便去击鼓鸣冤，与你对簿公堂。什么800万两？短短2年，侯府怎么可能会还这么多银子？侯爷莫着急，账目上每一笔都记着。此人的气运竟是比林之月还要好。上辈子宋若真一直忍气吞声，为林之月铺桥搭路，这才成就她的一世荣华。难不成她也重生了？这倒是有意思。真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娘，我不嫁了。什么破红？我妹妹不嫁了。我之前瞧着林之月长得人模人样，没想到做出来的事竟如此上不得台面。成婚之日娶平妻，当我们宋家人都死了不成？啊！什么？林府怎么能这么折辱我的女儿？我们宋家哪里对不起他们？哎，娘，你别难过，今日我没嫁，你才该为我庆幸。且不说我与他早就定了亲，当年是他跪在府里求娶我，他更是大哥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但凡是个人都不会亏待我。可他今日能做出这种事，可见他无情无义，自私凉薄。我若真嫁了他，那才是一生无望。如今老爷失踪，你大哥和二哥又接连出事，正是家族风雨飘摇之际。我本想着你嫁给李银侯也能过得顺遂，真儿都是为娘害了你，竟觉得李银侯是个堪托付的。此事怪不得娘，只能说林之月能装慧眼，卑鄙无耻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！这是反正不成婚了，东西自然要带回来。那秦双双口口声声心悦临侯，我倒要看看他舍不舍得贴补空无一物的侯府。五妹妹说得好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？我瞧着那林之月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在这儿呢。五妹妹不就是退婚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幸好还有的治。二公子，赵家传信来了，是婉儿的信吗？五妹妹，你帮我看看。都写了什么？是不是他最近家中有事耽搁，才一直没有来看我？赵舒婉要退亲，易安是为了他才会双目失明，赵家竟然在这个时候退亲，简直忘恩负义！哎，娘，二哥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没了这个，大不了再另觅良媳。天下之大，难道还找不到吗？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去赵家问个清楚。既然赵舒婉愿意，他们凭什么拦着不给嫁？之前他们可不是这副嘴脸。哎，三哥，别去了。三弟，别傻了。你觉得若婉儿真愿意嫁我，赵家会送这封书信来吗？他们难道不怕坏了名声？自从受伤之后，婉儿除了来看过我一次，知晓我双目失明治不好后，便一直没有再来过。我便心里有数，不过是还抱着一丝希望。如今收到这信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二哥，可你是因为他才变成这副样子的，一个个全部都是混账，我恨不得能撕了他们。二哥，赵舒婉退亲是他自己眼瞎，原本他的身份就配不上你，如今退了亲正好，待你的眼睛治好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好妹妹，城中大夫都来瞧过，我这双眼睛怕是没希望了。二哥，我能治好你的眼睛。吴妹妹，二哥知道你的好意，可你自小并未学过医术，如何能治好我的病啊？我说能治便能治，你信我？好妹妹，二哥信你。二哥，你真信啊？五妹妹可从未学过医术。五妹妹高兴便好，我如今这副德行，城中大夫都瞧遍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去后边瞧瞧。哎，五妹妹，等等我。四哥，后院最近可有什么变动？没有啊。比如大兴土木之类的。五妹妹，你是说最近刚填平的荷花池？荷花池可在这一块？啊，对啊。最近家里不太平，母亲一直心神不宁。前些日子听了劝，特意请了一位高人来看过风水，说是这荷花池会起淤积，毁了府里的气运，这才会接连出事。母亲觉得的确是自从有了荷花池，家里就接二连三的出事，便听了高人的话，只盼着你的婚事能顺顺利利的。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母亲是听了谁的劝？听了姨母的劝。姨母？啊，姨母前些日子来过，就因为请了这高人，又从母亲手里骗走了不少东西。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。来人，将这里挖开。五妹妹，之前高人可是交代过的，此地填上之后100年内都不可动，否则必有血光之灾啊！100年内不可动？哼！宋若真嘲讽一笑。那边母亲醒来之后再好好问问吧，我也想知道是哪位高人如此有能耐。我最近每经过此处都觉得格外寒凉，方才只感觉仍在，现在
却觉得美了。那边住的人是谁？是大哥。吴妹妹，你若是不舒服，就先去屋子里休息吧。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就别忙活了。二哥，你最近可有新得什么物件？你说的可是这手串？这手串还是林后送来的，如今婚事已退，手串也不该留着了。你说这手串是林之月送的？上次林后来府里看你时送给我，花了不少银子特意买来的。二哥若是喜欢手串，先带上我这一串吧。至于这宝贝，还是还给林之月。多谢妹妹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慌，要不了多久，宋若真就会哭着来求我离开我，她根本嫁不出去。之月，你这都做了什么？我之前就说过了，你要娶双双，我不阻拦，但是怎么也得让若真先过了门。这2年，如果不是若真细心的照料我，打理整个侯府，哪里会有如今的风光啊？母亲，此事实在是宋若真度量小，我又不是不娶她，不过是同时进门罢了，又不是让双双压她一头，让我下不来台，哪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气度？这样的女人如何能当得了侯府的当家主母？娘就放心吧，我有法子治，你别担心。有法子治？对了，姨娘劝你请来的那位风水大师叫什么名字啊？如今可还在皇城？听说他最近被你姨娘请了回去，你怎么会问起此事？哦，我就是好奇问问，他不是说将荷花池填上之后就能化险为夷吗？说的也是啊，我正是担心你的婚事会受到影响，才会赶忙将荷花池填上，还是没能顺利。莫不是填的时间晚了？什么晚了？这江湖术士就是故意骗人罢了。夫人，小姐，林老太太和林侯来了。他们还来做什么？林老太太说是来道歉的，还望夫人能见他们一面。真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林老太太带着林侯此刻登门致歉，想必是回心转意了。我不会嫁。娘，你或许不知，2年前是因为秦双双去了亲事，这才来求娶我，否则今日迎娶的肯定只有秦双双一人。我尚未嫁给他，他便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不留情面的侮辱我，我若真嫁了过去，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宋夫人啊，今日之事实在是月儿太荒唐了，特意来致歉的。林老夫人，婚约已经作废，我们2家再无关系，就不必多言了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道歉！宋姑娘，今天之事是我不好，没有提早先知会你此事，我向你道歉，让我成为皇城的笑话。说来，你我已经算是扯平了，如今又何必还咄咄逼人？你依旧是我林之月的夫人，不好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真儿啊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。真儿，这2年我一直都将你当成亲生女儿，你是知晓的呀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便没有人能够撼动你在侯府的地位，更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如此说来，林侯是觉得只错在没有提前告知，而不是你根本就不该娶秦姑娘。我宋家的女儿只能是唯一的正妻，绝不接受什么平妻。这如何能行？真儿若是不喜欢，不如就让秦双双做妾如何呀？林侯也这么觉得。只要你愿意和双双和平共处，我亦不会亏待你。这般恩赐，只怕我无福消受。双双我是一定要娶的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只希望侯府将我这2年的付出折成银子还给我。你已经年过20，若婚事就此作罢，想再嫁人可不容易。男子3妻4妾本就是常事，侯爷如今刚立了功，那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啊，若不是早先就定下了婚事，只怕小姐还轮不上呢。谁给你的胆子？主人的事轮得着你来智慧？小姐，你别生气，佩兰一向喜欢胡言乱语的。林侯是个好夫婿，你拒绝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你如此大度。柳家的管家就不错，你去给他当个妾室。这怎么能行？柳管家已经娶了妻，还有2房妾室。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事啊，这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我定下的事，有你拒绝的份儿。会不会有误会啊？和秦双双的下人穿着同款料子，知道的你是我的丫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的丫鬟。如果被秦双双收买了，那不应该是想着法的让小姐别嫁过去吗？他们舍不得我们宋家的银子。对了，把他的东西收一收，再加上我的这份贺礼一起送过去。记住了，这东西交到佩兰的手上。姐姐，如今啊，人人都在说若真善妒，这坏了名声，以后可如何是好啊？昨天林老夫人和侯爷一同来道歉了，若真倒是好，将这泼天的富贵拱手送了出去，这岂不是傻吗？这件事就别说了，那林侯早有心上人，就算真儿嫁过去，也得不到重视。错过了这门亲事，以后他可怎么办呢？
姨母不必多费唇舌，我是不会嫁到侯府去的。姨母是真心为你着想，人人都认定了你是林侯夫人，有林老夫人为你撑腰，不也照样过得体面吗？照姨母的说法，我如今是在宋家过得不体面。姨母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已年逾20，选不到好人家了，谁会冒着得罪林侯的风险来娶你啊？姨母竟会觉得他是乘龙快婿。若姨母真觉得他好，表妹年纪已19，不如就替我嫁给林侯。我可不像表姐这么挑剔，能有这样的夫君，还挑三拣四。秦双双他们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他再清楚不过，怎么能将自家女儿推进火坑？抢了表姐的婚事，那传出去岂不是被人给笑话？真儿，你方才说想让嫣儿和林侯成婚，这件事你怀疑与姨母有关？母亲，我知道你与姨母感情一向交好，你若不相信，待我找全了证据之后再告诉你。你是我女儿，我自然是事事以你为先。以往我的确纵容你姨母，但那都是小事，如何能与你相比？母亲，姨母和秦夫人之间的关系，只怕更胜过你。佩兰早就将我这边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告诉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的想要拿捏我。那秦双双想嫁给林侯便无不妥，可如今这巴巴的想让你嫁过去就奇怪了。莫不是想谋财？只怕不光是谋财，更是害命。若非如此，他们根本不必如此处心积虑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二哥，我和你想的一样，不过此事暂时没有证据，还不要声张。易安，若这些都是真的，你说该如何是好？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问五妹妹有什么想法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将孙嫣儿嫁过去。我也这么想，母亲，这件事恐怕得你处理了。好，天水大师的道行真不简单呐！你可记得赵家的孙儿最近总是啼哭不止，看了多少大夫都没用，眼见着身体越来越差，就要留不住了。天水大师一出手就好了。佩兰不过是说错了话，你就让她给刘管家做妾，不是恶毒是什么？表哥，佩兰背叛我，收了别人的银两，她可是我姨母，也就是你的母亲送的丫鬟。这怎么可能？佩兰不是和你挺亲近的吗？我听说你和秦双双的二哥关系很好，莫不是其中也和你有关系？林侯要娶秦姑娘一事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。表哥这些日子经常出入秦家，没道理不知情啊！莫不是也帮着其他人来欺负我这个表妹？孙汉飞，你好歹也是表哥，怎么能这么待他？宋姑娘污蔑兄长，犯了口孽，罪上积德，否则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天水大师，你快帮我作证，他故意冤枉我。最近宋府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和你不可谓没关系。不如你说说，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本是天煞孤星的命格，唯有嫁给林侯才能化解，则以你天煞孤星的命格，还会连累家人。难怪宋家最近接连出事儿，竟都是被宋若真牵连的。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事嘛，好歹也是名门闺秀，连这么一点度量都没有。我爹娘都没有意见，轮得到你来品头论足？天水大师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天煞孤星，可我自小算的命格可都是极好的。况且我娘在数日之前请你来我家看风水，你收了10万两银子，说是只要将荷花池给填上，且100年之内不得动，就能让宋家转运。可你才说完这话没多久，我二哥便双目失明，我的婚事也出了岔子。如今你是见事情没能解决，便开始给我安上了天煞孤星的命格，还真是张口闭口2张嘴。若你安心嫁过去，一切自能化解，导致如今发生了一切变数，岂能怪到我身上？我看在孙夫人的面子上，才想为你化解，可你如今不领情，我也不会再帮你了。你听见了吗？我娘为了帮你，花费了多少心血，结果你非但不领情，竟然还得罪了天水大师，只怕宋家要彻底被你连累了。就凭你这个假江湖术士说的话，就想断定我宋家的命格？我也给你算一卦吧，最多不过3天，定有血光之灾。宋若真怕不是受了太大的打击，以至于胡言乱语了吧？哼，张口就敢说我有血光之灾，简直是胡言乱语。表妹，我说你不如就好好认个错算了，何必嘴硬呢？闹到这般结果，对你可没有好处啊。天水大师，
我女儿失踪了这么多年，只求你能帮我算算，这辈子还有没有找到女儿的机会。你既说你有算命的本事，那不如我们就比一比，看谁能帮这位夫人找到她的女儿。好啊，我若赢了，你便给我磕头道歉，说出是谁指使你将污秽之物埋在我家的荷花池里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侯爷，你莫要生气，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，想必是宋姑娘心情不好才会胡闹。宋若真，昨天我已经向你道歉，是你不愿和我成婚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往双双身上泼脏水？我和天水大师比试，和秦双双有什么关系？林侯怕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，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上一脚，来找存在感？你明知道天水大师是双双请回来的，你偏要找他麻烦，不是污蔑双双又是什么？天水大师给宋家算风水，为的是帮你们转运，可你倒好，说他往你家埋污秽之物，这岂止是脏水，简直是污蔑！我明白宋姑娘是因为我出现在侯爷身边不满，不过我真没有害你的心思，还望你能相信我，我是想同你和平共处的。原来天水大师是秦姑娘请来的，你分明早就知道，还在这装什么呀？我装不装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？照你的说法，你林侯夸赞过的店铺，他秦双双吃过的点心，我还不能说半句不好了，否则就成了我刻意找你们的麻烦。今日之前，我连秦双双在不在皇城都不知道，要找麻烦我直接就去找他了，犯得着来找一个江湖骗子？你说谁是江湖骗子？这可是污蔑！天水大师乃是双双请来有真本事的人，你这般污蔑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林侯，你手上的珠串怎么不带着？秦姑娘这么精心挑选的手串，价值不菲，莫不是知道这东西不好，所以才不带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着宋姑娘将手串送回来，定是觉得我挑选的不好，觉得伤心，这才没让侯爷带。用不着哭，我2年前定下的婚事，夫君送来的礼物竟然是由你挑选的，我都没哭，你有什么好哭的？林侯，你既觉得我在污蔑，不如我们也打个赌。你说，我若赢了这江湖骗子，你就回去将那串珠戴在手上1个月，不许取下；我若是输了，我便向秦姑娘道歉，如何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说定了。还望林侯说到做到。徐夫人，我来帮你算一算。天水大师，我这辈子可有找到我女儿的希望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天水大师，供奉小鬼这种小把戏，在我面前可不够看。天水大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你的儿女缘浅，注定相隔千里。不过你女儿还活在这世上，以我目前的道行，只能算出你的女儿在东南方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大师，能否再准确一点？只要能够找到我的女儿，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的。唉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虽能算出她所在的位置，缘分一事本就是上天注定，其他人不该沾染因果，否则必遭反噬。夫人，只要小姐还活着，一定会有见面的一天的。徐夫人可否将右手给我看看？你女儿的确还活着。我说表妹，刚才天水大师就已经说过这话，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有本事你将人找出来。若真啊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有气，就算再不喜欢秦姑娘，也不该诋毁天水大师啊。继续这么闹下去，丢的可是整个宋家的脸面呐。就算我真的丢宋家的脸面，也与你无关。反倒是姨母尚未清楚结果，就在这口口声声说我污蔑。我之前还不明白表哥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原来都是跟姨母学的呀。宋姑娘，你不喜欢我也就罢了，孙夫人是你的姨母，你怎么能这般说话？之前指点我前未婚夫送礼，如今又来教我做人。你这么会大道理，怎么没人教过你不要勾引有未婚妻的男人？你也打算教育我做人呢？照宋姑娘的意思，莫不是可以找到徐姑娘？自然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只要你能够帮我找到女儿，这份大恩大德我一定记得。你根本不懂，怎能乱说？你难道不知道徐夫人为了寻找徐姑娘费了多少心血？因为一己之私而让别人伤心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宋姑娘，徐姑娘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呀？林侯，宋姑娘还没说，你怎知她说的就不对？
三皇子。听闻城中来了一位道行高深的大师，便来瞧瞧，看模样远比想象的精彩啊！楚王，让你见笑了。我这表妹啊，就是气昏了头。王爷今日前来，莫不是找天水大师？王爷，这姑娘就是仗着出身不凡，故意来砸场子的。她这般胡言乱语，犯了口忌，定会口舌生疮，付出代价。不知您要找我算什么呢？说一套做一套，嘴里应该很疼吧？我才不会！遭报应了。本王倒是觉得宋姑娘说的十分有理。她既说能找到许姑娘，你们一个个的在这阻挠什么？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宋姑娘，你说我女儿就在这儿，她究竟是在哪儿啊？你女儿就是她。你女儿身上有胎记，不如趁此机会辨认一二。我女儿左腰有一颗痣，夫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宋姑娘，真是谢谢你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女儿了。多谢宋姑娘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孤儿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好的爹娘。之前我就觉得这丫鬟和徐夫人长得有些相似，没想到竟是亲生母女啊！宋姑娘说的也太准了，要不是有她，徐夫人听天水大师所说的话，还不知道要去东南方找到什么时候呢。这不是胡言乱语，故意害人吗？现在可以证明他是江湖骗子了。可我的孙儿前阵子一直啼哭不已，若不是天水大师帮忙，他的情况根本不会好转呢。算一算日子，你孙儿是从哪一日开始啼哭不止的？我的孙儿大约在7日前就啼哭不已，天水大师好像就是这个时候来的皇城。你孙儿在啼哭之前，可有人送了什么东西？的确有人送了一块玉佩给我孙儿，说这玉佩开了光，便挂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从第2天开始，孩子就啼哭不已，直到前2日，天水大师给了我们另一块玉佩，情况这才好转。不过之前的那一块倒是不知所踪了。他都是胡说的。胡说？不如说说你藏着这东西的来历。这就是前几日我孙儿戴在身上的玉佩。你这混蛋，竟敢害我孙儿！好你个骗子！现在证明我不是胡言乱语了。还望灵侯说到做到。不过一个手串罢了，我从不信鬼神之说，带着就带着，难道还真能左右我不成？拭目以待。宋姑娘，你既知道这东西不好，却还要侯爷一直带在身上，岂不是故意害人？说来，秦姑娘是不是欠我一句道歉呀？这可是你请回来的大师，有心思在这里质问我，难道不该向这些被你连累的人道个歉？侯爷，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绝不会将他请回来。双双并非有意，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我咄咄逼人？在场这么多人被害，如今灵侯轻飘飘的一句并非有意，就将这一切随意接过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呀？这狗屁的大师骗了我们这么多人，如果不是秦双双请回来，我们又怎么会被骗？自己眼睛不好就算了，还要带这样的祸害回来，害得我们这么惨。灵侯怕不是也被这女人用了乱七八糟的手段拴住了，否则怎么会鬼迷心窍，放着这么好的宋姑娘不娶，非要娶这个女人呢？这就是你的目的，让所有人都指责双双，败坏她的名声。我知道我与双双情投意合的确伤了你的心，但我也承诺娶你进门并不会亏待。可你这样处心积虑、步步为营的欺负双双，当真是太过恶毒。骗子是秦姑娘请来的，又不是我让她请的。照你的说法，我就应该眼睁睁地看着这江湖术士坑骗大家一言不发，否则我便是针对他。我倒是想问问他，让这江湖术士去我家埋下祸患，又害我二哥双目失明，难道不是处心积虑地针对我？在昨日之前，我可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秦姑娘和林侯你的关系，反倒是他早就知晓我的存在。当然，他的确处处不如我。说得好，以往只以为宋姑娘身居闺阁，倒是不知竟有如此口才和本事，着实让本王刮目相看。林侯愿赌服输，你这手串便好生带着。本王觉得你若是个男人，便好生道歉。口口声声污蔑一个姑娘家，不是侯爷该有的风范。方才是我误会了，抱歉。还望林侯能长点记性，别总是犯了错光张嘴道歉，听得我都腻了。方才胡言乱语的似乎不止林侯一人。若真啊，是姨母不好，误会了你了，不会与姨母计较的，对不对啊？表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的丫鬟被秦双双收买，姨母又将秦双双带来的骗子送到我家去，还埋下了祸患。姨母和表哥反倒是处处帮着秦双双，莫不是你们是串通起来的？我听说柳飞燕经常去宋
家打秋风？可不是嘛，宋姑娘退婚也是迫于无奈。可孙汉飞方才说的那是什么话？我瞧着那秦姑娘，反倒更像是她的表妹。这分明就是蓄意谋害，必须得让他们还个公道。你真做了这种事儿？爹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混蛋会是个骗子呀！我是他的姨母啊，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害他呢？我眼泪给我憋回去，要嚎丧等说完了再好。姨母不妨说个清楚。若真，我一定让你姨母给你个交代，何必让这么多人看笑话呀？怎么能是看笑话呢？自然得让大家都了解真相。我这可是真心为了姨母好呀，还请王爷做个见证。自然。说吧，究竟是谁收买了你？与夫人和秦姑娘无关，我不是被他们收买的。行，那就拖出去乱棍打死吧。王鲁，你去盯着，打死之后扔去乱葬岗。是，小姐。王爷，宋姑娘没能问出来，就将人乱棍打死，岂不是死无对证？未必。小姐，我说，求你饶我一命！是夫人去请假的时候，齐姑娘身边的丫鬟来收买我的。我好端端的收买她做什么？你若是不喜欢，大不了我离开侯爷，何必这样污蔑我？双双，怎么能因为污蔑就离开我？为了让双双离开，你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！不论如何，本侯都不会让双双离开。你那侯府，我不感兴趣。你们感情好，还非得将我娶回去做个见证。秦姑娘也真是好笑，我都主动退婚了，你还在这里委委屈屈的求我回去。莫不是侯府如今亏空，便盼着我这个冤大头嫁过去，你们便能吃我的喝我的，两全其美了。我之前实在是不明白，秦双双有什么理由请宋若真回去？原来是为了银子呀！胡言乱语，我不过是看着婚约才会如此。双双一直不希望我做背信弃义之人，你怎能如此污蔑我们？你若真的在乎这婚约，就不会将一家托付给我之后和别的姑娘厮混。要想自救，就自己拿出证据来。我有证据，秦姑娘的丫鬟兰芝给了我一块玉佩，还说他们几个贴身丫鬟都有，以后只要我将玉佩拿出来，秦家便知我是自己人。王爷，您请看。秦姑娘，不知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一切都是奴婢的主意，和小姐无关。兰芝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奴婢自小受你的恩惠，如今也不过是想报答小姐。宋姑娘，此事是我们的错，还望你能网开一面。若真啊，你看这也不是秦姑娘蓄意为之，你便不要再计较了吧。此事既已经水落石出，也不必闹得太难看。要我说，这兰芝不光该受罚，更应该重重的处罚。表姐，你怎能如此心狠？你表妹倒是比你善良大度。表姐，做人该善良大度些。妹妹真是蠢笨，莫不知道我这样也是为了秦姑娘好。此话从何说起啊？丫鬟胆敢借着主人的名声在外胡作非为，换做旁人，这笔账定是要算到她头上的。如今只是收买，并未酿成恶果。若他日杀人放火，秦姑娘岂不是也被牵连？宋姑娘管着宋家那么多人，果然看得长远。带下去，乱棍打死。小姐救我！宋姑娘，你的婢女打算如何处置？本就是姨母买回去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，便由姨母做主。林侯、秦姑娘一同移步去宋府吧，亲眼看着东西挖出来，我也不至于再被泼脏水。诗月，我们真要去？既然闯出祸来，自然要解决的。往后你做事要谨慎些，今日若不是被拆穿，只怕以后会连累更多人。我以后一定事事小心的。娘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，若他们敢欺负我妹妹，我便打死他们。三弟，先去看看再说。见过楚王。今日本王叨扰了。王鲁，还不快点跪下！天水大师，母亲，此人是江湖骗子，不光不能帮人改善风水，反倒只会刻意害人。而此人居心之毒，更是在荷花池里埋下煞气之物，蓄意破坏我家的风水。这江湖骗子是秦姑娘千里迢迢特意请回来的，现在是带他来将东西挖出来的。他是骗子，还不快去将东西找出来！小妹，他既是骗子，那他埋的东西有用吗？他是靠着养小鬼才能说中很多事，没有真正替人消灾解难的本事，害人倒是有一手。我们家的风水原本还不错，可他埋下的东西煞气堆积，积了血煞。那你的婚事，你二哥如今变成这般模样，是不是也和此事有关？母亲，现在尽快解决，还有转圜的余地。秦姑娘，你抢了我女儿的婚事，我宋家没有与你过多计较，你竟然还在背后使这种阴毒的手段。宋夫人，双双也是被骗了，并非蓄意为之。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！对不起我妹妹不说，还看上了这种阴毒黑心肠的玩意儿来祸害我们全家。宋之玉，你别太过分了！
到底是谁过分？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！我妹妹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才会和你定亲。我大哥和你一同上的战场，当初在战场上面还救过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妹妹？林侯，本王觉得宋公子说的不乏道理，此事本就是秦姑娘惹出的祸事，且不说她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，事情总归是她造成，抵赖不得。多谢王爷主持公道。王爷，我也是被骗了，并非有意为之，难道非得让我给宋家赔命不成？这下有热闹看了。不知楚王为何一直护着宋姑娘？莫不是……林侯，此话何意？本侯只是觉得楚王一向性子冷淡，今日却无端帮着宋姑娘，觉得奇怪罢了。林侯不必怀疑，若楚王真对我有意，我早就和你退婚了，哪里还用在侯府蹉跎2年？宋若真真是个妙人，在闺阁里的性子可要比当初的侯府夫人有意思多了。啊，这青玉花瓶上面染了血啊！你的怨气附着于这花瓶上，你死的时候，这花瓶在你身边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上边的煞气和你乃是本源，沾染了你的鲜血，所以怨气也附着其上。当个小孩真可怜，活着的时候被人欺负，死了还得被人骗。他答应替我报仇，要我先帮他完成这些。他不过是靠你敛财罢了。那你能帮我吗？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将这种东西埋在我家，还说100年内不能挖出来，究竟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我……你若不说，可熬不过今天。做了这么多的缺德事，今日必死。你若说了，我还可以考虑帮你化解1、2。我说是秦姑娘的丫鬟吩咐我这么做的，我都是听了他们的安排呀。你胡说！我是收了秦姑娘给的银子才这么做的，一定是秦姑娘想嫁给侯爷，知晓了你与侯爷订了婚约，心有不甘，这才想毁了宋家的气运。我不过是个小喽啰，我哪里敢不听啊？放我一条生路吧！秦双双，这女人竟如此恶毒，抢了我妹妹的夫君不够，还要害我们整个宋家。宋之玉，动手打女子可并非君子所为，敢欺负我家里人，我管他是男是女。来人，去报官。侯爷，救救我，绝不能报官！林侯，我劝你别开口，做错了事本就该付出代价，除非你要用权势来压我们。既然出了事，秉公办理便好。赵大人，此事林侯不如也随在下走一趟。赵大人说的有理，还请赵大人还我们一个公道。真儿，没想到秦双双如此狠毒，此次让他吃个教训。不过今日之事闹得不小，只怕柳家那边也不会消停。母亲，不如去称病2日，免得麻烦。母亲，我觉得妹妹说的有理。王爷若不来，今日只怕没有那么容易解决。我去一趟秦家，干脆闹上一通，明天回来称病也多个由头。母亲只是被柳家欺负惯了，外祖外祖母从不给她撑腰，可在外边一向有爹撑腰，只是不知道爹还能不能回来。爹还活着。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，秦家实在不做人啊！夫君还没有回来，他们便想害死我们所有人。看来这里不需要我出手了。小姐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无妨，这是10两银子，换你一双鞋如何？我这鞋子这么破，哪能用10两银子来换呀？我说值就值。既然撞见了，不如就结个善缘。多谢小姐。你要这么破的鞋子做什么？自然有用。既然这么喜欢换命，那便和乞丐换吧。三皇兄，你今日去哪里了？让我一阵好找。找我有事。姨母明日在云水湖边举办赏樱宴，母后特意让我来告知你。三哥啊，你的婚事都快成为母后的心病了。不去。哎呀，父皇下了令，你必须得去。父皇何至于为这点小事下旨？只要你没去，圣旨很快就会送到王府来的。三皇兄，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。算命的说了，我这2日不能靠近湖，否则恐有性命之忧。三哥啊，你一向不信这些的，如今为了不去与姑娘相看，连这种幌子都扯出来了。你就这么说？吴妹妹，你昨天说大哥有寻死的想法，可是真的？我算过了，大哥这2日不会自尽，我先回去了。这2日不会自尽，岂不是意味着之后会？吴妹妹也太随意了吧？这是谁家的美人儿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。皇兄，我知道你一向不近女色，我便先行一步了。等等，一起去。宋姑娘刚退婚便来参加赏樱宴，如今宋姑娘年逾20，自是着急相看。林侯若是觉得对不住我，不如多做些赔偿。退婚当日欠我的800万两银子，
如今已是第3日了，莫不是非得我去顺天府状告才行？女子该温婉大度才是，你这般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实在是让人恶心。总比有的人占尽便宜还泼脏水强。若林侯今日不还我，待会儿我便去一趟顺天府，免得秦姑娘一人在牢房中待着寂寞。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为什么会喜欢这种人？我母亲说了，男子最重要的便是担当2字，家伙看起来可不像。你娘还教你这些？那当然。那就当你我之前都瞎了眼。青梅，北羽还没找到吗？此事都怪我不好，若不是我提出带北羽一同回去省亲，如今他还平安，嫂嫂成天睡不着觉，我担心他会出事儿，这才喊来散散心。可是他似乎更难过了。此事不怪你，北羽那孩子向来顽皮，遇到人牙子拐走，谁能料想得到啊？此事终究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林氏管教过于严苛，孩子也不会不愿留在家。夫人，你也是一心为了小公子好，小公子定是明白的。夫人，萧公子并未怪过你，他托我将此物给你。你认得北羽？见过。好了，母亲，大不了在我回去后还是用功读书，不让你失望。是北羽的字，姑娘，你在何处见过北羽？求求你告诉我，不论要什么谢礼，我都愿意给。我的确知道。姑娘，北羽在哪儿？表姐啊，你最近一直待在皇城，从未离开，你如何会知晓？我们与你无冤无仇的，你怎能以一己之私，在这种时候诓骗我嫂嫂呀？夫人，还请一步一叙，给我1万两银子，我便助你与董北羽见最后一面。宋姑娘，你在这般……宋姑娘是有能耐之人，本王见识过她的本事，不妨看看再说。楚王，你终于来了，今日若是还不来，姨母我可要生气了。姨母相邀，自然得来。竟有姑娘家会玄学之术。你既有本事，不如你替我算算，我何时会有孩子？陆夫人只需今日回去和夫君在一起，下个月便会有好消息。什么最后一面啊？你这分明就是骗银子，咒北羽出事呢。夜里点燃此香睡觉，便能见到小公子。看在小公子与我有交情的份上，奉劝夫人一句，提防身边人。我明白，若你所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改日一定上门道谢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我也只是见小公子可怜，节哀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今晚能见到我娘？今天夜里你可入梦与你母亲说清一切冤屈，不过今夜过后，你便要安心去投胎了。多谢姐姐，我只想提醒我爹娘提防叔母，保护好哥哥姐姐。我不能陪在爹娘身边，至少还有哥哥姐姐在。宋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徐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宋夫人，多亏了你女儿，否则我这辈子怕是都糊里糊涂的，连老天爷将女儿送回到我面前我都不知道啊。请里边坐。徐夫人如此客气，徐夫人能一家团聚，我亦很欢喜。宋姑娘，若是没有你，只怕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和亲生父母相认。徐姑娘，你与徐夫人皆是心善之人，老天都不忍你们分开，即便没有我，相信你们迟早会相认的。宋姑娘若是不嫌弃，能否与我交个朋友？当然。徐夫人亦是欢喜。宋夫人，以后可多带宋姑娘来我们府上转转，能与你们交好啊，也是我们徐家的福气。徐太傅乃是当朝元老之一，平日里想要与之交好的官员不知多少，奈何都求路无门。没想到因为自家女儿，竟有了这样的好机会。多谢徐夫人。我知晓宋将军自上次一役后便了无音讯，我倒是觉得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。希望如此。我听闻退婚一事了，像宋姑娘这么好的姑娘，是林侯没有眼光，我儿子尚未成婚，不如有机会见一见啊。阴阳眼，这种本事他们自然听说过，只是完全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落到自家妹妹头上。我是因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才会知晓此事，不光是埋藏在荷花池里的东西，还有二哥之前戴着的手串都有问题。宋若真身为玄门门主，掌握的是真正的玄学，不过太过深奥的东西解释起来容易让人难以理解。
倒不如阴阳眼更为简单易懂。你是受刺激之后，忽然有了这本事？其实是在当天知晓灵猴娶平妻进门时，我就被气晕了。等醒过来之后，就有了这些记忆。母亲一定会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。母亲，我暂时不想成婚。父亲尚未回来，大哥的腿疾、二哥的眼疾都需要医治。真儿，姑娘家实在耽误不起啊。母亲，既然五妹妹暂时不想嫁，那便不嫁。待真遇到了合心意之人，你不让她嫁也会嫁的。你二哥说的对，你想待在家，便待在家。二哥，多谢了。二哥明白你的想法，不过母亲也是为了你好。那不如让母亲也为二哥物色一个好姑娘。当我没说。前几日太忙了，林侯府的10几间铺子都没有顾得上收回来。我今天打算去收铺子，二哥要不要一起去转转？成天待在家里也憋闷，不如出去走走。我需要的药材今天应该就能到了，等东西齐了，我就为二哥医治眼睛。三弟一起去，我看不见，你又是个姑娘家，有三弟陪同更安心些。五妹妹，你这是要出去打架？不是说出去收回铺子，顺便买点东西吗？这架势看起来简直像要抄家。收铺子嘛，说不准有些恬不知耻的家伙不肯松手，带着人总是更方便一些。林之月此刻想必正焦头烂额，凑不出银子，难免会将主意打到他的铺子上。对自己不好的人，一点便宜都别想占。林管家，我家小姐前几日就派人说了，从此与林侯府再无关系，所有的账目银钱都归宋家所有。你别说是要银子了，赊账也断然不可。宋掌柜，这2年前铺子的账目一直都送到我们府上，夹杂的东西岂是轻易就能说清楚的？况且这铺面本就是我们林府的，宋姑娘只是让你来帮我们打理，如今就算退清了，铺子也是我们的，该走的是你们才是。林管家趾高气昂地扬着脑袋，你们现在就走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许拿，否则便是偷。这别太过分了，地契在我们手上，这就是我们林家的东西，你现在就带着你们的人赶紧滚。谁说铺子里都是你们林家的东西？小姐，他们实在信任太深，铺子里的货物全部都是我们的。宋玉憋屈道：宋姑娘，前2日该带走的东西你都带走了，这铺子本就是我们侯府的，地契也在我们手里，现在让你们的人离开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枉我自诩不凡，却被亲近之人耍得团团转，都是我识人不明，是我的报应。二哥，别说这种话。宋若真握着宋逸安的手，畜生本就不配为人，如何能以人的道理度之？赵淑婉配不上你，退婚是她的损失。若这样的女人真成了我二嫂，那才是老天瞎了眼。你说的对，我非得要将这一切拆穿，昭告天下去。自然不能让他们逍遥快活。兄妹3人撞破奸情后，也没了用饭的心思。赵淑婉和秦向恒实在太过恶心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得来找宋逸安哭诉了。秦向恒是不是秦双双的哥哥？不错，他的确是秦将军的儿子。这兄妹俩怕不是串通好的吧？岂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宋若真回想着之前看书时的细节，忽然想起一件极关键的事。二哥，秦向恒之前就经常来府上，赵淑婉也常来看你的文章，对吗？你的意思是，秦向恒虽然学问不差，但和你的差距不小。如今你双目失明，春闱又快要开始了，他……待会儿我就将我的文章送去给夫子看看。他就知道二哥聪明，一点就透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三哥，你只要记住今日之事，就当做没有发生，千万不要说漏嘴了。我明白。还有，明日一早趁着官员尚未退朝时，你便去敲登闻鼓。害了他们宋家的人，他会一个个收拾，谁都别想好过。4日，母亲，短短2年，府里怎么会花了这么多银子呀？这难道还怪我不成啊？当初我就告诫过你忍一忍，等若真进门之后，你再迎秦双双进门。你偏不愿，我这成天吃糠咽菜的，我哪里比得上之前呢？你怎么能签下这样的字据啊？现在别说是铺子里的东西，
只怕铺子都得被他们要回去。若不是你招惹了他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，他难道还会要回去啊？母亲，我和双双已经成婚，我也断不会娶宋若真。这种话您以后就别再说了。双双一直待在牢里也不是办法，您想办法帮我凑够10万两，我去向她赎出来。他知道老太太手里肯定还有银子。那小贱人自己做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儿来，还要我们给银子赎，让秦家自己想办法去。双双如今是我们林家的人了。侯爷，不好了，宋家三公子敲了登文鼓，皇上传你进宫啊！你说什么？皇上已经知道了？听说原本是要下朝了，宋之玉忽然敲响登文鼓，然后就被宣进殿了。侯爷，传旨太监就在门外，怕是耽搁不得。哎呀，儿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皇宫殿内，林侯竟欠了你们800万两银子。没想到两袖清风是假，竟是恬不知耻的花着宋家的银子。皇上，草民说的句句属实，还有林侯前几日立下的字据。大太监将字据呈给皇上，皇上看清上边所写的内容后，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。微臣见过皇上。哼，林侯做的好事都闹到殿前来了，你倒是跟朕说说，你打算如何处理啊？皇上将东西扔到林之月面前，后者在见到字据后脸色一白，没想到宋家竟真的这么绝，甚至没有多与他商量一句，就闹到了御前。皇上，微臣正在想办法。你想了什么办法？听说你这2年将家中老母交给宋姑娘照顾不说，自己在边关时时常写信问宋家要银子，成婚之时更是同时迎娶平妻来羞辱宋姑娘，你简直妄称为人！皇上怒不可遏，之前夸赞林之月有多欢喜，此刻就有多恼恨。皇上，微臣也没想到母亲治病会花了这么多银子，只是这数目实在是不小，方才耽搁了一些时日。皇上，草民的妹妹被林侯伤透了心，只盼着侯爷能将银子尽数归还，便再无瓜葛。林侯非但一个铜板都没还，还吩咐下人来抢夺我们宋府的货物。宋将军为了边关战事一直尽心尽力，此次更是身陷敌营，拼死传递出消息。林侯若非有宋将军的提拔和消息，此次岂能立下赫赫战功？皇上，微臣听闻林侯迎娶的夫人秦氏特意找了江湖术士谋害宋家，若非宋姑娘及时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微臣真的不知道此事。林之月，你私德不修，愚昧无知，更是忘恩负义，德不配位。朕今日便褫夺你的宁远侯之位，降为永宁伯。殿下的银子即刻归还，否则你这永宁伯也别做了。此话一出，林之月脸色惨白，双眼一翻，竟是晕了过去。800万两银子，他拿什么还？之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连10万两银子都凑不出？官爷，侯爷为何还不来？然而狱卒脸色铁青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喉咙。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丢了这么好的差事还得坐牢？秦双双拼命挣扎，直到其他狱卒抓住男子，将其关进一旁的牢房后，这才得以喘息。你这疯子，想杀死我不成？都怪你这扫把精，害人精，还口口声声侯爷呢！现在整个皇城，谁不知道林侯被你害得已经成了永宁伯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宋若真几人听闻这消息，可谓大快人心。皇上说，此次让你受到了委屈，这些赏赐都是给你的，定不会让人欺负我们宋府。这都是皇上赏给你的，你多做几身好看的衣裳。皇上送了这么多，母亲多挑一些，剩下的我再做衣裳也足够了。好，母亲知道你孝顺，
见柳如烟离开，宋若真转眸看向宋逸安：“二哥，药材都送来了，我去为你治眼睛吧。”好。五妹妹，二哥身子比较虚弱，你要是想练手，要不还是在我身上练吧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不怕针扎。杨哥哥！忽的一道渲然欲泣的声音传来：“杨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和你退婚？”女子走上前，抓住了宋逸安的衣袖，那张清秀的面容此刻满是委屈。我是不想和你退婚的，你一直待我这么好，如今你受了伤，我怎么忍心离你而去？是啊，我也想问你怎么忍心的。这都是我爹娘的意思，他们也是一心为了我好。这几日我一直被关在府上，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来见你们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定是能明白我的苦楚的。我不明白。我一直将你当成至交好友，如今我没机会做你的嫂嫂，我也很难过。为什么你们都要责怪我？赵淑婉，自你退婚后，我们宋家可有说过半个字？我二哥是为了救你才双目失明的，但凡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选择退婚。我们家不喜欢和忘恩负义之辈打交道，你也别来哭哭啼啼的碍了我二哥的眼。怕有的人恬不知耻，刚退婚就想和别人订婚。赵姑娘定不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我定是做不出这种事来。二哥，我们回屋吧。哎，赵姑娘，你哭也哭完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一切都与想象中不同。可今日他来找宋逸安有要事。若真，你能不能让我单独和他说两句？五妹妹，便让我今日和他做个了断。好。杨哥哥，若我能有选择，我一定不会和你退婚。他们退婚不过几日，他便已怀有身孕，可见早在之前他们二人就勾搭在了一起。杨哥哥，你当真不愿意原谅我？舒婉，你当真一心想嫁我？当然。既如此，不如我去请皇上赐婚。杨哥哥，这怕是不妥。为何不行？我爹娘一向待我如珠如宝，实在不想再伤了他们的心，只能对不起你。那你还来做什么？为何事情和计划中的完全不同？我家人要将我嫁给别人，你回去吧，以后便不要再来了。杨哥哥，还望赵姑娘称我为宋公子。我之前有东西落在了你屋里，我能不能去拿回来啊？向恒哥哥千叮万嘱，让他此次来了宋家，一定要将宋逸安前阵子写的文章带回去。见男子就待在屋外，并未随着自己进来，这蠢货活该给向恒哥哥做垫脚石。五妹妹，你猜的没错，赵舒婉进了我的书房。公子，一切如你所言，有几篇文章不见了。昨日宋逸安回来后，就清点了文章数量，让墨雨将其中最出众的几篇文章送去给了夫子。今日赵舒婉偷走，正巧进了他设的局，要不了多久便会得意洋洋的来吹牛，不知道被拆穿时，他们是否还能情比金坚？赵舒婉刚走出宋家没多远，就被秦向恒急匆匆地拉进了小巷里。我让你拿的东西可拿到了。放心吧，待我此次春闱脱颖而出，便让整个皇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本事。向恒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，东西都拿出来了，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啊？待我中选之后便娶你回家，不如你先让我……你轻点儿，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呢。快来吧。二哥，再过不久便是春闱了，你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，定要在春闱之前治好才行。五妹妹，这段时日城中的大夫几乎都要瞧遍了，就连宫中的太医也来看过，都说无药可医。二哥放心，别人治不了，我治得了。一根根银针便精准地刺入头部穴道中，宋逸安只觉得脑袋传来一阵钝痛，攥紧了双手，一声不吭。二哥，你忍一忍，过程比较疼。五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五妹妹看起来好像比二哥还严重？没事。墨雨，你按照这方子上所写的法子，将药材研磨成糊状，抹在纱布上，夜里我二哥休息时便敷在其眼部。是，小姐。沉香，我让你提前准备的汤药可准备好了？小姐，已经熬好了。二哥，你喝了药便睡上一觉，这病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治好的，我还得给你多施几次针。五妹妹，你千万别累着自己了。直到宋若真离开，宋之玉这才忍不住开口：二哥，你感觉如何了？
我方才瞧着五妹妹失真，实在是太吓人。五妹妹说受了刺激之后，脑海中便多了许多知识，她不会害我。方才医治的过程虽然疼，可此刻我竟然觉得脑袋颇为轻松，不似之前昏昏沉沉的。要是五妹妹真能治好你的眼疾，此次春闱你便有机会被选上了。希望如此。侯府则是一片混乱，这现在可怎么办好啊？刚得的宁远侯之位没了，这光宗耀祖的机会就这样被你给糟蹋了。母亲，这全都要怪你！如果不是你让我和宋若真定亲，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若没有宋将军提拔你，你在军中岂能这么快的崭露头角啊？你如今竟然是怪我了！母亲，我是受了刺激才胡言乱语，你莫要放在心上。可这800万两银子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否则我连这伯爵之位也都保不住了呀！800万两银子呀，便是将整个侯府卖了都不够的。你如今是秦将军的女婿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还不上银子，丢了爵位吧？你之所以会丢了侯爵之位，那都要怪秦双双，这银子必须得他们出。对，我得去找秦将军。可我听闻双双在秦家并不受宠，他们不答应也不行。难道他们家愿意多个被休的下堂妇？他们若是不识抬举，那谁都别想好过。便是破釜沉舟，你也得保住爵位呀，否则你如何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啊？这是你让我凑的10万两银子，你且拿着去救双双。多谢母亲。皇上雷霆震怒之后，秦双双已不许探视，便是拿了银子来也无用。岳母，我方才刚去过顺天府，说是无法让双双提前出来。双双犯的不过是小错罢了，若不是被你连累，根本不必被关在官府。当初你追求双双的时候，我便不答应，偏偏双双是鬼迷了心窍，非要嫁给你。本以为你此次立功终于是有出息了，没想到转眼就被罢了公爵之位，降为了伯爵。你可知其他人都在看我们秦家的笑话呀？岳母，此事若非双双信错江湖骗子，得罪了徐太傅，又谋害宋家，事情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，岂能处处都怪我呀？说你真有能耐，他也不必如此。既然双双没回来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想见岳丈。见我做甚？若是为了银子，你便断了这心思吧。岳丈，皇上让我即刻归还800万两银子，若是还不上，便罢了我的官，还请岳丈帮我一次。我将女儿嫁给你，已是你的福气，你惹出祸事，还想让我替你还银子？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被罢官？我女儿嫁给，难不成还得我秦家养着你不成？若是你没这本事，那便趁早和离。你若是个男人，便想办法将她救出来。至于800万两银子，自己想办法偿还。哎呦，林侯，你这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啊？魏兄，你这可说错了，林兄如今已不是林侯，该称为林伯爷了。之前这些家伙在他面前只能低着头阿谀奉承，他不过暂时落魄，这些家伙就敢一个个嘲讽到他头上来了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小人得志，难怪你只能当个副将。魏迟眼神冷下来，他是宋将军一手提拔的副将。林之月，如果不是宋将军看在你是他女婿的份上提拔你，你这种废物能在战场上屡屡立功，背信弃义，无耻至极。你莫不是喜欢若真，才会见我失势便迫不及待来踩上一脚？可惜他心里只有我，根本看不上你。小姐，林伯爷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你明明都已经和他退婚了，他竟然还在外败坏你的名声，怎么能这般卑鄙啊？若真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只是恼恨我将心分成2半，可你也不该因爱生恨，得不到我就想毁了我呀。我看你落魄，我便觉得痛快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这是你身为大家闺秀该有的气度吧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背信弃义，恬不知耻，罪是皇上降的，让你还银子也是皇上下的令。你如此不满，不如去御前和皇上要个公道。你一个窝囊废，没有这胆量，就只能跑到女人面前来撒气，你要不要脸呀？首饰铺的姑娘们见到楚王，争先恐后的赶了出来，只盼着能入了楚君庭的眼。宋若真被推搡了一下，多谢。楚君庭感受着手上温软的触感，心跳失控了一瞬。王爷，那我便先行一步了。宋若真察觉到身后姑娘们的激动，不愧是书中女主的白月光，风靡整个皇城的美男子。宋姑娘留步。本王就说三皇兄对宋姑娘与众不同吧，平日里何曾见过他主动找姑娘说话的？王爷，您不过去瞧瞧？这独处的好机会，本王凑上去做什么呀？若是坏了三哥的好兴致，遭殃的还是本王。你还别说啊，宋姑娘花容月貌，与三皇兄倒是相配啊。只不过她倒像是对三皇兄没意思。
哼，这不就有趣了？王爷还有事？本王有一事想请教，能否赏脸喝杯茶？宋若真想着到了给自家二哥斟酒的时辰。抱歉，我回去还有要事，不知王爷想问什么？上次你提醒本王不要靠近湖边，王爷没信。本王并非不信，只是不得不去。董家的事难道也是真的？董夫人很快便会回来，到时王爷自会知晓真相。王爷若心存顾虑，不如等董夫人回来。你之前帮了我，我欠你一份情，若需要我帮忙，我不会推辞。告辞。二哥，今天感觉如何？宋若真关心询问。吴妹妹，自从昨天治疗之后，今日我的眼睛竟隐隐能看到一丝光亮，哪怕只是一点，那也是希望。意料之中。二哥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坚持治疗，你脑子里的血块消失后，眼睛便能复明。真的吗？二哥，你的满腹才华不会被辜负。徐家任亲宴，当宋若真和柳如烟抵达时，徐府热闹非凡。若真，我总算是见到你了。不过离开皇城半月，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我原打算去你府上找你，后来听我娘说你今日也会来参加徐家的认亲宴，便来这儿等你了。念初，你终于省亲回来了。云念初是原主自小一起长大的闺中密友，关系密切。若真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你和林之月退了亲。若林之月还是当初我心目中的良配，是大英雄，我自然想嫁。若真，你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我相信一定有人慧眼识珠，知晓你的好。宋夫人，宋姑娘，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，多亏了宋夫人的女儿若真，我才能顺利的找到亲生女儿。徐夫人过誉了，宋夫人还是这么谦虚。无论如何啊，若真此次都帮了大忙了，否则我还不知要寻女儿到何时呢。这位就是宋姑娘啊，不光长得花容月貌，心地也善良。没想到宋姑娘年纪轻轻，竟能看穿江湖术士的骗局。哎呀，当时我也险些受骗，多亏了宋姑娘。若真，你来了真是太好了。之前听说了你的喜好，特意从云雅居买了你喜欢的甜品果子，一块去尝尝。好啊。何安，这便是若真，多亏了她，我们才能找到你妹妹。若真啊，这就是我的儿子何安。宋若真看着眼前的年轻男子，只见他身穿一袭白色锦袍，身材颀长高大，气质出尘。多谢宋姑娘相助，徐某有礼了。只听母亲夸赞他花容月貌，却并未见过。今日一见，当真如仙子下凡，过目难忘。能帮忙成就一桩美事，我心中亦是欢喜。若真，我与你认识多年，都不知道你竟还有这样的本事。你是哪位？我知晓你身份比我高，你也不能因为出身比我高就看不起我呀。我不认识你便是看不起你，那岂不是在场的每个人都要认识你？否则便是人人都看不起你了。何香凝乃是赵书婉的朋友，我与若真自小一起长大，和你也不熟啊。不过我倒是记得你好像是秦双双的闺中密友。他爱慕徐和安这么久，想方设法的接近他，岂能眼睁睁的看着徐夫人撮合他和宋若真？上次赏银宴，宋若真当众挑拨董家大房和二房两位夫人的关系，更说董小公子是叔母害死的，导致董家关系决裂。宋若真简直比双双恶毒100倍，双双是无意，她却是刻意而为之。这是谁请来的？来人，给我赶出去！宋姑娘乃是我徐家的贵客，她帮我找到女儿是真。今天是我徐家的认亲宴，谁污蔑宋姑娘，不妨自行离开。徐夫人，我可是好意提醒你们不要被她骗，为何要赶我走？她见李银伯爷和双双两情相悦，便当众提出退婚，还狮子大开口，要李银伯爷赔偿800万两，闹到朝堂上，害得她丢官罢爵。这样的女人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搅得太夫府不得安宁吗？皇兄，宋姑娘最近是不是犯太岁了？找麻烦的一个接一个。不过这倒是英雄救美的好机会，你不去？他可不是任人欺负的性子。若是不好欺负，岂会在林家里吃这么大亏？或许是吃一堑长一智。宋若真抬手便是一巴掌。你敢打我！回应的是又一巴掌。
这2巴掌是给你一个教训。我退婚与否与你无关，倒是你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说这样的话？知道的以为你是秦双双的好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慕林之月，替他鸣不平。至于董家，若我说的是假的，自有董家来找我算账，轮不到你过问。若真，你不该动手，以后这种事让娘来。宋若真原以为柳如烟会怪自己动手，不曾想蓦地听见这话，险些笑出声来。董家来人了！这不是秦家大爷和夫人吗？这么急匆匆的冲进去，莫不是知晓宋若真在这儿，特意来找他算账的？哎呦，董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徐鹤安眉头不自觉地皱起，悄然迈出了一步，将宋若真挡在了身后。若真，你别担心，有我母亲和大哥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还有我，宋姑娘，真是多谢你了。我真没想到许青梅会这么狠心，对秦侄儿都能下得了手。如果不是宋姑娘你告知我一切，只怕我的北羽这辈子都只能待在枯井里死不瞑目啊！哎，董夫人，你快起来。许青梅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时，我还宽慰她。若不是你点醒了我，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了什么时候。宋姑娘，多谢你还北羽一个公道，这份恩情我们铭记于心。许青梅这个毒妇，她生不出男孩，又觉得我二弟处处被我压了一头，她特意将北羽骗了出去，然后用花瓶将他活生生砸死，扔进了枯井里。这会儿已经将他送去了顺天府了。这实在是蛇蝎心肠。他最想害死的人是北川，只是最近我一直盯着北川的功课，他便只能先对北羽下手。真是不敢相信啊！那许青梅平日里是最和善不过了，没想到心思竟如此歹毒。宋姑娘真是神了，幸好有她，否则董夫人真是一辈子都找不到。这何香凝方才口口声声说宋若真胡言乱语，如今宋若真可是还了董家小公子一个公道。何香凝真不是个东西，不清楚真相就胡言乱语，败坏宋姑娘的名声，实在可恨。何香凝，你就没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五弟，按照本朝律例，造谣生事该如何处置？按照律例，严重者拔了舌头。我也恕罪，实在是董家二夫人太过伪善，我们全都被骗了呀。你这姑娘年纪轻轻到官会耍手段，你若不去官府领罚，我便去何家问问究竟怎么教的女儿。嗨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本王就替顺天府尹断了这案，带下去掌嘴30，以儆效尤。按照律例，便是去了顺天府也不过掌嘴20，王爷开口就变成了30。带到刚搭好的戏台子上去，那儿位置高，大家都能看见。30巴掌打完，一张脸早已肿成猪头，没脸见人的他两眼一翻装晕，不曾想根本没人理会，硬生生让他在戏曲台上躺了2个时辰。许青梅平日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蛇蝎心肠，对孩子都能下得了手。我平日里虽与他关系不亲近，也只当是性格不同，将他当成亲人。可他今日本是认亲宴的好日子，却被我打扰了，实在过意不去。宋姑娘，不知我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北羽？他亲眼看到你为他报仇，怨气已散，是时候去投胎了。董夫人，别难过了，照顾好自己的身子，有些母子缘未必不能再续上。说着，宋若真看了一眼她的肚子。林迎桥愣住，只觉得宋若真这话似乎别有深意，又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所猜想的这般。夫人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家中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宋夫人，宋姑娘，大恩不言谢。直到董家夫妇离开，柳如烟被徐夫人他们笑盈盈地拉到一旁吃茶去了。若真，我们也去尝尝果子吧。宋若真点头，又喊着云念初同去。徐家今天的席面做得极好，这些点心都是从有名的铺子订来的。啊，你瞧瞧这桂花酥，往日里去差人去买都要排队好久呢。听说今天直接将厨子请到家里来了。真的很好，
我自小认识他时就觉得，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家族的田产铺子也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云姑娘，明日我和程泽打算去游湖，你要不约宋姑娘出来？哈，二哥，等今日针灸过后，你明日应该就能看清了。不过刚恢复还是少用眼，让墨雨念书给你听吧。二哥都听你的，吴妹妹，多亏有你。我可是盼着二哥春闱入选，到时候我可就扬眉吐气，有好日子过了。只要五妹妹想要，便是天上的星星，二哥也会想办法摘来。次日一早，云念初就来了。若真，你今日可有空？我们一起去游湖可好？宋若真诧异，好端端的，怎么想去游湖啊？今日天气甚好，我省亲这阵子实在憋闷，恰好表哥要去游湖，便约上了我一起。你不是想去游湖，是想和你表哥多相处吧？啊，若真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我总想着，或许与表哥多相处相处，他便能喜欢上我了。你说，他心里会有我吗？会的。那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我爹娘如今一直催着我成婚，此次我找借口回去省亲，也是为了找个由头拒绝此事。可若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只怕爹娘都该恼了我。好，皇宫。哎，皇兄，你瞧许鹤安那春风得意的模样，想必是着急赶去湖边赴约去吧？你真不打算去？不去。难不成真是我猜错了？三皇兄对宋姑娘并没有意思。下一刻，他忽然见到楚君庭走向了徐鹤安。徐大人，御史大人找你，似是盐商的问题尚未解决。多谢王爷，我这就去。果然呢，还是三哥够黑呀。三皇兄，我方才可没见着御史大夫和你说过话哦。盐商一事关乎朝廷，至今尚未解决，本王督促一番有何不妥？要不是知道三皇兄的真实想法，就冲着其表情，他就真信了。表哥，徐公子呢？贺安刚派人传了信，御史大夫临时找他有要事相谈，今天来不了了，托我向你们道歉。怎么这么不巧啊？若真，那我们今天还游湖吗？你不是说半个月没回来了，想去云雅居吗？啊，这半个月我可太想念云雅居的全鱼宴了。若真，一起去，你可一定要陪我去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当三人抵达云雅居时，便听见里边一阵喧哗，伴随着阵阵叫好声。秦公子真是好才华，就冲着这文章，此次春闱，秦公子定是势在必得呀。之前大家都看走眼了，只以为宋义安是大热的才子，却是忽略了秦公子。说来啊，还是秦公子往日太低调了呀。哎，我平日里啊，一向是不在乎这些虚名的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考试上自会见真章。没想到此次文章被秦兄拿出来念给大家听了，多谢诸位的称赞，秦某受之有愧，受之有愧啊！秦兄，你这文章呢，光是我一个人看见岂不可惜啊？就该拿出来让大家都听一听，方才不浪费了这绝世才华呀。钱伟又将文章拿出来念了一番，引得路过的文人墨客皆不由得驻足倾听。宋若真三人就坐在不远处，听了个真切。秦公子的才学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这文章不像是秦向航写出来的，倒像是易安兄的风格。宋若真自然知晓这就是自家二哥所写，原想着秦向恒想在春闱考试上一鸣惊人，没想到他竟这么沉不住气。他倒巴不得秦向恒再嚣张点，现在越是得意，真相拆穿之日便摔得越惨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莫不是被秦公子的才华吸引了？我听爹说大娘子有意将你嫁给秦公子，原本我还不信呢，现在看来应该是真的啦。希婉，你别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要嫁给秦公子了？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是被秦向恒的才华吸引来的？云希婉乃是云念初的庶妹，乃是云家的良妾所生，两人平日里在府上也是针锋相对。希婉妹妹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的秦大哥正准备作诗，你可别错过了。
钱伟笑着来喊云溪婉，后者脸色瞬间变得尴尬。原来你才是为了秦向恒而来啊！你既听你娘说家族有意为你姐姐和秦向恒定亲，你特意跑来算是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上赶着做妾？希婉，没想到你竟有这样的心思。虽然你娘是妾，但父亲一向待你很好，你怎么又想做妾呢？身为姐姐，我还是要劝你一句，做人正妻总是要比做妾好的，否则就连生下的孩子也一心只想做妾，这有什么好？莫不是偷来的更好？我不过是正巧来云雅居撞上罢了，姐姐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啊？承泽表哥，你看姐姐，她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你说话好听吗？我瞧着你的秦大哥身边好像有其他姑娘了，还不快去守着，被人抢走了可如何是好？宋若真唇角微勾，视线落在不远处的赵舒婉身上，见到赵舒婉的瞬间皱起了眉。既然姐姐不喜欢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云念初吃得津津有味，另一边就更是热闹了。赵舒婉，你不是刚和宋一安退婚吗？我听说你为这件事挺伤心的，今日怎么来了呀？我与向恒哥哥认识已久，今日来有什么稀奇？我只是想着秦大哥和宋一安是好友，你刚退婚，应该避嫌才是。秦向恒正春风得意地沉浸在四周的称赞声中。赵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秦大哥，想必赵姑娘只是凑巧经过，你快将你做的诗念给我们听听。是啊，快念给我们听听。随着这一声声称赞，秦向恒也顾不上赵舒婉了，直到去方便时，这才被赵舒婉拉到了一旁。向恒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瞧瞧你这小肚鸡肠的模样。你和那云溪婉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没瞧见他方才故意针对我吗？若非你与他争执，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。今天晚上乖乖等我去喂饱你啊！你可不许在外勾搭别的女人。哎，好。云兄，你来的正好，不如你来点评点评秦兄这篇文章写得如何？的确比他之前写的都要好。若真，我们出去等吧。就在他们从楼梯走下来时，云溪婉一不小心摔倒，情急之下拉住了云念初的手，将其一起拉倒下去。迎面端着热汤的小二撞了个正着，眼见着那热汤就要落在云念初身上，宋若真连忙出手将云念初拉到了自己身后，热汤瞬间倾倒在云溪婉身上。好险，该不会毁容吧？这女人分明是看准了机会，故意害念初。云承泽急匆匆地从2楼冲了下来。你没事吧？平日里他一向恪守礼节，从未这般触碰过他。我没事。你没事就好，走路当心一些。多亏若真拉了我一把，否则我现在怕是完了。表哥，我好疼，我的脸，我的手都好疼啊！扶二小姐去马车。是，表少爷。你请大夫去府上，不要耽搁。你没长眼睛吗？竟敢将汤泼到云姑娘身上，找死不成？掌柜，不是我不小心，是他撞到我的。云姑娘，真是对不起啊！将他给我赶出去！是，现在就滚！若真，今天真是谢谢你啊！我先和他们一起回去，改日再找你。好。当他走出来云雅居时，就见到那小二被赶了出来。掌柜，真不是我不小心，是云儿姑娘绊了我。我管你怎么回事，反正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小姐，这小二可真倒霉。方才多谢姑娘了。谢我什么？您肯定也看明白了，云儿姑娘想要害云大姑娘，如果不是您，我就害了云大姑娘了。虽然丢了差事，但我心中无愧。要重新找差事？今年干旱，家里收成不好，我若是不找个差事，怕是家里的弟弟妹妹都要饿死了。那便来我铺子里干活吧。多谢小姐。小姐，你让他去铺子里干活，就不担心万一云儿姑娘知道了，会认定今日之事是你安排的？我看起来像是会怕他。你之前不是常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吗？没错，可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女子。竟是自导自演啊！大小二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何必说假话？倒是秦向恒这文章与宋义安的水平不相上下了，的确像出自宋义安之手。三皇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等着吧，有热闹可看。宋若真带着打包回来的食盒来了宋义安的院子。五妹妹，二哥能看见了。五妹妹当真是神医，她昨日说我能看见，我今日便真能看见了。
妍，母亲听说你……母亲，我的眼睛能看见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你这眼睛是怎么治好的？两兄弟的目光都转向了宋若真。若真，是你治好的？是我。之前怕母亲担心，就没有多说，想着等治好之后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也是昏迷之后学会的？啊，没错。然儿，真是多亏了你，否则你二哥这辈子……母亲，我们宋家绝对不会轻易倒下。二哥现在眼睛已经恢复了，等到春闱有了好成绩，还有谁敢小瞧我们？母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用功，此次春闱考个好成绩。母亲相信你，春闱很快便要开始了，你最近安心温书。若真，你的医术这么高明，不知你大哥的腿疾能不能也看看？当然了，本就打算给二哥治好眼疾就去看大哥的腿疾。之所以之前没去，是因为针灸之术比较耗费精力，以我目前的情况，只能先治好一人，再为另一人医治。那你的身体如何？千万别累坏了自己。你大哥的腿疾不急于一时。母亲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大哥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公子的门紧锁着，小的进不去，不论怎么喊都没回应。公子，你别吓唬小的，快将门打开呀！众人眼见着他们一向柔弱的五姑娘抬腿一脚就踹开了紧锁的房门，见到宋彦舟脸色惨白的躺在床上，生死不知。公子您别下官言啊！让我看看。三哥，将大哥院子里的人都控制起来。我这就去。吴妹妹，大哥是遭了毒手。还有救吗？大哥中了毒。大哥双腿残疾，如今已经是个废人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对他下手？快去找大夫来。母亲别担心，这毒我能解。那就好。母亲，待会儿来人了，你也演得像一些，免得被人看出破绽。大公子中了剧毒，且毒素蔓延极快，已经进入了五脏六腑，怕是……大夫，这究竟是什么毒？此乃万花毒，此毒乃是口服。以大公子此刻中毒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中午的事。五姑娘，老夫能做的都做了，至于大公子能不能醒来，就只能看天意了。多谢杨大夫。立刻去查，究竟是谁胆大包天，敢给彦舟下毒？真儿，你大哥情况如何？母亲放心，大哥明日就能醒过来。不过凶手还没有找到，我觉得不如暂时将病情夸大。且说大哥昏迷不知何时才能醒过来，反倒更安全一些。你说的对。二哥调查的如何了？你大哥这些日子一直待在院子里，从未出去过。院子里伺候的人也一直是这几个人，不过饭菜是从厨房送来的，途中是否有其他人碰过，还得详查。有人自尽了！这是厨房的青松，大哥的吃食都是他负责送来的，下毒之人应该就是他了。留两个值得信任的好好照顾大哥，吃食就找两个厨娘在这里另做，其他人不许踏入院子半步。是，小姐。次日，宋彦舟醒来时，就见到宋若真几人顶着熊猫眼守在他床边。你们这是？大哥，你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大哥，你可还觉得身子有什么不适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你被人下了毒，险些醒不过来了。大哥，你最近可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。不急，对方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的。二弟，你能看见了？多亏了五妹妹。五妹找来了神医？不，五妹妹就是神医。大哥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过你只要相信我能帮你医治腿疾就好。宋彦舟睡了一会儿之后再睁眼，就见到自家二弟关切地走了过来。大哥，你现在可好点了？二弟，你眼睛真能看见了？对呀，之前不就说了吗？多亏了五妹妹医术精湛，我才得以康复。大哥，
你莫要因为腿疾而心灰意冷。武妹妹说你还可以重新站起来。二弟，莫不是我受伤之后糊涂了？武妹妹什么时候学了医术啊？难怪大哥如此反应。我当初听闻武妹妹要为我治病时，也觉得她是为了宽慰我而胡说的。前些日子武妹妹成婚，林之月竟同时迎娶平妻，更在林府门口羞辱她，将武妹妹气晕了过去。自那之后，不光会了医术，对玄学之术也颇为精通。二公子，徐公子和云公子来看你了。他们来看我？转眸看向宋若真，这时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若真，要不一起去？人家是来见你的，我去做什么？哎，二哥，昨天我撞见秦向恒在茶楼拿着你做的文章四处宣扬，原想着回来后就和你说，没想到大哥出了事，便忘在脑后了。墨雨，我眼睛治好之事并未宣扬出去，待会儿你机灵点，别被看出来了。春闱马上开始，既然局已经布下，自然要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是，公子。当徐鹤安和云承泽见到宋逸安时，便见他在小厮的搀扶下徐徐走来。徐兄，云兄，请坐。不知两位今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宋兄，这2日我在云雅居听见了秦向恒所做的文章，但这文章我听着不像是秦向恒所写，倒更像是宋兄的风格。我担心这其中有问题，这才特意前来。他与宋逸安本就是同门，更别说云念初和宋若真还是手帕交，总不能明知此事也不来提醒一番。逸安，你的才学我们都知道，可不能被人钻了空子呀。还有这等事儿？什么文章？可否念给我听听？自然。云承泽早在来之前就让人摘抄下了文章，当着宋逸安的面读了一遍。公子，这不是你之前做的文章吗？可这文章我之前就让你放起来了。公子自从双目失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去过书房了。除了赵姑娘前几日说有东西落在书房，来拿了一趟之外，就没有人进去过。秦公子也没有来过，他不应该有公子的文章啊。你且去看看，我的文章是否还在？是，公子。公子，文章不见了。秦向恒此等作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断不能纵容他这般无耻行径。待我明日禀明皇上，以正不良之风。多谢徐兄，不过此事就交给我吧，我自会解决。若需要人作证，便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作证。多谢。